嘿，你好，欢迎回到 Axton。Cloud 呀，刚刚开源了一个重磅项目——模型上下文协议，简称 MCP。这个东西有多牛呢？它可以让 AI 助手彻底的摆脱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以前咱们让 AI 来使用我们的数据呢，要么复制粘贴，要么上传下载，就算可以跟其他的 App 进行互操作，支持的 App 也不多，特别麻烦。那现在有了 MCP，AI 就可以直接的访问你的数据了。这些数据啊，包括你的本地文件、谷歌 Drive 的文档、Slack 消息、数据库的记录等等。它甚至还可以像人一样来实时的去操作你的浏览器。如果说去年的 AI 明星是 ChatGPT 啊，今年就是非 Cloud 莫属了。今天呢，我就带你玩转 MCP。除了官方的基础案例，我还会分享几个进阶的玩法。咱们在实操的过程当中，把 MCP 摸个透。如果你对 AI 技术感兴趣呢，记得点赞收藏。咱们直接开始。今天啊，首先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什么是 MCP，以及它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进行案例实操，这就包括一个基础案例，然后再来3个进阶的测试案例。在案例的实操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碰到更多的概念，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把它们了解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对 Cloud 的 MCP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好，我们先看看关于 MCP 的3个主要网站。一个就是 MCP 的官方博客的简介，这篇文章很短，快速阅读一下就对 MCP 整体有一个了解了。不过不读也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其中的重点。第二个网站是 Quick Start， 这是 MCP 的操作手册，相当于 Quick Start 快速入门。我们所需要的 MCP 的基本命令在这篇文档里面都有，都很完整。我们照猫画虎就可以把自己的第一个 MCP 给运行起来了。第3个文档是 MCP 的官方服务器列表，在这个项目里面呢，就是 Cloud 官方提供的 MCP 的一些服务器以及社区开发的一些服务器。虽然现在还不多呀，但是我相信这个就跟 ChatGPT 的 GPTs 一样，很快就会越来越多了。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 MCP。MCP 就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的简称，模型上下文协议。它是一个协议，它呢是用来把 AI 助手啊跟你的数据存储系统进行连接起来的一个标准。那你的这些数据存储系统可能就会包括你的数据库啊，你的 GitHub 的仓库啊，包括你使用的各种工具，甚至是你的开发环境等等。连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AI 呢，它能够更好的去访问到你的数据。那这样不但能够扩展模型的能力边界，而且在你的数据加持之下呢，模型生成更相关的响应也就变得更加可靠。那这个事情的重点呢是它的协议进行了开源，那么这样呢就会很快的把这个生态能给建设起来。目前呀 MCP 它还是一个本地的服务啊，就是它是运行在你的自己的电脑上的，当然不排除将来它会支持远程的服务。MCP 这里面主要的2个概念就是一个 MCP Server、MCP 的服务器和 MCP 的 Client、MCP 的客户端。那整个协议针对开发者来说呢，有3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协议规范，一个是 Cloud 桌面 App 当中的本地的 MCP 服务器的支持，还有就是一个开源的 MCP 的服务器库，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服务器的 GitHub 的那个网址。那这里面提到的数据源和 AI 工具，数据源呢就是所谓的资源，包括文件呀、数据库记录、API 响应等等。在我们介绍完整个 MCP 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可以来一个测试题，看看是不是了解了 Cloud 的 MCP。Cloud 的桌面端 App 到底是 MCP Server 还是 MCP Client？ 我们不着急现在去回答它，我们先看一下 MCP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Cloud 官方给出了它的基础的架构图，就是这样的一个图，我重新画了一下，增加了一些说明。我们待会儿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什么是客户端和服务器架构。我们先来看 Cloud 的整体架构是什么样的，怎么运作的。好，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 MCP Host、MCP 主机。MCP 主机它就是像 Cloud 的桌面端呀、集成的开发环境，或者呢通过 MCP 这个协议来访问资源的一些 AI 的工具。Cloud 的桌面应用程序呢，它的这个 App 就同时负责管理 MCP 服务器以及负责提供 MCP 客户端的功能。而 MCP 的客户端呢，它就会通过 MCP 协议跟 MCP 的服务器维持1:1的连接，1对1的连接。好，这是 MCP Host 的概念。那 MCP 的 Host 从图示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通过 MCP 的协议跟 MCP 的 Server 进行连接。
那这里面有 MCP 的服务器 A、MCP 服务器 B、MCP 服务器 C， 也就是说它在 host 里面它实际上是可以跟多个服务器 MCP 服务器进行连接的，因为一个 host 里面它可以有多个 MCP 的客户端 client。那每一个 server 呢，它就可以访问到你本地的资源，也就是你本地的数据，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包括本地的文件呀、数据库的记录啊、图片呀等等，这些就叫做资源。同样 ，MCP 的服务器呢，它也可以上互联网获得远程的资源，比如谷歌 Drive 的文档或者 GitHub 你的仓库，这就是远程的资源。所以整个架构就是 MCP Host 当中的 MCP Client 客户端可以通过 MCP 协议跟 MCP 的服务器进行双向的通讯， MCP 的服务器呢又可以从本地资源或者远程资源当中的数据进行存取。那 MCP Server 是什么概念？按它的定义来说，就是通过标准化的模型上下文协议来展示一些特定的功能。其实 MCP 的 Server 呢，我们可以类比为 ChatGPT 的 GPTs，而所谓的 server 的能力 capabilities 呢，也就是工具 tools， 我们可以类比为 GPT-4 的 action， 也可以理解为是 tool calling。 所以大家你看这些 AI 厂商，大家看起来呢好像都是殊途同归，最后就看谁走得更好了。好，如果你是非计算机专业呢，你可能对客户端服务器架构还有点陌生，那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客户端服务器架构。了解的同学呢，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我们假设你进入一个饭店吃饭，你是客人，那么你就是客户端。你跟服务员点餐呢，需要按照一定的规矩来。不同的饭店它可能有不同的规矩，比如珍珠奶茶，你不能说是珍珠奶茶，你要说 QQ 奶奶好喝到没谱的茶。那这个规矩呢，就是协议。服务员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传输协议的网线。你点完了菜，我们就可以说，作为客户端的你完成了一次请求。而后厨的大师傅呢，他就相当于是服务器啊，他从本地资源里头抓了一把珍珠，然后混到奶茶里边，再通过服务员把这杯奶茶返回给你。我们就可以说，作为服务器的大厨完成了一次响应。如果服务员最后把奶茶端给你了，我们就可以说你成功的收到了服务器返回的应答，你们呢就成功的完成了一次交互。如果服务员拿着你的奶茶跑路了，你半天没等来，大声的问一句我奶茶呢？这个呀就叫做超时重试。 OK， 这就是整个一个简单的客户服务器结构，它的通讯和运作过程。好，那这边我是觉得这个图稍微的改动一点点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因为针对 Cloud Desktop 这个 App 来说呢，它是一个 MCP 的 host， 它这一个 host 呢包括了 MCP 客户端的功能，同时它也提供了 MCP 服务器的功能，所以实际上 MCP 的 host 它是包含客户端和服务器这两部分的，这是我认为需要稍微调整一点的地方。好，以上就是 MCP 的基本概念以及它的工作过程。MCP 本身它是一个协议，当这个协议开源之后呢，开发者就可以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之下开发 MCP 的服务器和 MCP 的客户端，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 AI 的应用场景呢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 Cloud 推出一个开放协议，这个意义还是挺重大的。同样，它目前也是一个测试版，所以呢功能并没有太夸张。它的一些案例呢，用其他的 AI 自动化工具呢，也许会实现得更好。但是这是一个开始啊，开放的协议会带来 AI 和其他应用系统互操作的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我们就看几个实操案例，一方面呢可以对 MCP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呢你去用 MCP Server 呢其实非常简单。那么实操之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用适合于你自己的工作场景的 Server 来搭建出你自己的 MCP 工作流了。好，我们开始。接下来我们就看几个实操案例，然后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 MCP 是怎么运作的。咱们今天主要看两部分的案例，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基础案例，这是 Cloud MCP 官方给出的一个例子。我们首先就按照它的官方的步骤来详细的把这个例子走一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然后我们再来演示几个进阶的测试案例。这样呢，我们对 MCP 的应用场景就会有更多的感受了。好，我们先进入基础案例。基础案例的整个操作步骤啊，在 MCP 的 Quick Start 文档当中呢，都有详细的介绍。
我把重点挑出来放到了我的文档里面，然后呢，对一些其中涉及到的概念做了注释。那么我们就按照我的这个文档，我们来走一遍。好，首先是环境准备，那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呢？macOS 或者 Windows 最新版本的 Cloud Desktop UV 0.4.18 Git SQLite。那这边给出了几个命令来检查一下你的本机安装了这些包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打开我的 Terminal， 打开我的一个终端窗口，先看 UV。在 Linux 下面检查一个包有没有安装，经常用就是用它的命令，然后加一个 version 的参数，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不但可以看到它有没有安装，还能看到它的版本号。好 ，UV 没有安装 ，Git 有 ，SQLite 也有，那么我们就需要安装 UV。那 UV 是什么呢？UV 啊，它就是一个 Python 的包以及项目管理工具 Project Manager。MCP 的 server 呢有两种，一种就是使用 TypeScript 语言的，那这种 server 呢，我们一般是用 npx 去运行它。那还一类 server 呢，就是 Python 写的。那这种 server 呢，我们就是用 UVX， 也就是 UV 或者 pip 来运行。那 Cloud 官方推荐的呢，就是用 UV。我们在演示过程当中呢，咱们就运行 UV 去运行 Python 的 server。好，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一个命令把这3个包都给安装上，直接拷贝粘贴到这来就可以了。好，安装完成，然后我们看下一步。Cloud 官方这个例子呢，是从 SQLite 数据库里面对数据进行查询和分析，所以我们就需要准备测试数据。SQLite 呢是一个本地的数据库，简单好用，功能全，所以了解一下它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我们准备测试数据呢，就可以让 Cloud 给我们生成一个测试数据。那这边呢，我就是让 Cloud 给我生成了20个在线 AI 课程的一个数据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了 SQLite 3后面跟的呢就是你的数据库的文件名以及它所在的目录。如果你需要让它创建在其他地方呢，你就给它指定一个路径名。好，这边我给它换一个文件夹。好，创建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看看数据库有没有成功创建。我们直接运行 SQLite 3，然后后面跟上你的数据库的名称，刚才你创建的数据库的名称。然后进来之后呢，我们直接 select 新 from 我们的表名 products。OK， 这说明我们的数据库创建成功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配置 Cloud Desktop 了。首先打开咱们 Cloud Desktop 的配置文件。Mac 电脑的 Cloud Desktop 的配置文件呢，就是它给出的这个路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路径里头有没有这个文件。配置文件是 Cloud Desktop config.json， 在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配置文件的。当然，不管它有没有都没关系，我们直接运行命令编辑这个文件，创建一个这个文件。你可以用任何的文本编辑器来打开这个文件。那这边呢，我用的是 Cursor， 你可以用任何你熟悉的编辑器 ，VI 啊或者 TextEdit 都可以。好，这边我就直接拷贝用 Cursor 来做。那这时候就是个空文件，我们只要把下面的这个配置文件给它拷贝进去就行了。那这个配置文件都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会告诉你，这下面是 MCP server， 这个 MCP server 的名字呢叫 SQLite， 然后我要运行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运行 UVX。那给这个 UVX 命令的参数是什么呢？第一个参数就是 MCP server SQLite， 这就是这个 MCP server 的名称。然后后面跟的参数是你的数据库的路径 dbpath。 我们需要修改的就是这个数据库的路径，用我们刚才创建的数据库的真实路径来替换掉。这边就是我刚才创建的数据库的路径，然后我们保存一下，这样配置文件就完成了。我们只要把 Cloud Desktop 的 App 呢重启一下就可以。Cloud 的 App 重启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在命令窗口的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小榔头的图标，它就是你的 MCP 的工具的列表。点击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现在有哪些 MCP 的工具了。因为现在我只安装了一个 SQLite 的 server， 所以这些所有的工具都是来自于 SQLite 的。
OK， 我们这边就先进行最简单的一个问题，问他你能连接到我 SQLite 数据库，并告诉我有哪些产品可用以及它们的价格吗？好，首先就会要求权限，那么我们点击允许。很好，它已经查出了我的 Product 数据库里面的内容，就是各种 AI 课程的内容，模拟数据。当然，我的 AI 自动化这不是模拟数据，这是实际的有的课程啊。那从 Cloud 的回答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执行 MCP 的过程。首先，第一步，它使用了 list table， 就是从数据库当中去看有多少个表，然后发现有 product 表之后呢，它来确定这个表的结构是什么，你都有哪些字段，然后再生成一个 SQL 语句去查询这个表当中所有的产品信息，查询这个表当中的所有的记录，并且按价格来排序，最后根据它拿到的数据进行总结，给了你一个结果。这就是它一个标准的执行过程。我们再来看2个进阶的问题吧。你能分析价格分布并提出任何定价优化的建议吗？这些问题其实对 Cloud 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它既然能拿到这些个数据，所以做这些事情都没有丝毫的问题啊！居然还把查询写错了，重新来了一把。好，他给出了一些定价优化建议等等。捆绑销售，创建课程包。我现在还真有一个课程包，不错。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他在做什么。首先，他这种写法 will result from read query from SQLite。read query 就是 tools， 就是工具，就是 SQLite 这个服务器提供的工具。所以它首先调用了 read query 这个工具，还给你来点统计运算，然后还是调用 read query 的工具来做这个价格分布区间的查询，最后调用了一个 append insight， 这是另外一个工具了。你别说，这个工具还是挺有用的。根据你的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它会给出一些重要的见解，这点确实还是很有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试最后一个，你能帮我设计并创建一个用于存储客户订单的新的表格吗？这就不光是查询了，我还要写入。很好，不但会创建，还知道创建完之后验证一下有没有成功。OK， 这就是创建表格的语句。那这个语句没有问题，返回也是创建成功。然后进行了查询，查询表结构，证明创建成功了。那接下来还可以向表插入数据啊，或者等等吧。总之，你可以通过 Cloud 的 MCP 来对你的数据库进行自然语言的操作了。你完全不需要去学 SQL 语句了。那它的整个工作流程，我们可以来简单总结一下。好，那首先在 Cloud Desktop 一启动的时候呢，它就会进行 Server 发现你配置了哪些服务器。实际上就是通过那个 JSON 配置文件来的，然后它就会连接到你配置的那些 MCP 服务器，这是它启动的时候干的事情。那当你需要 Cloud 来帮你处理数据的时候呢，它就首先会去判断哪一个 MCP 的服务器是可以来完成这个任务的，然后就会去查询这个服务器的能力，你这个服务器有没有能力来完成用户所需要的请求。所以这边就是一个 negotiation 的过程，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然后成功之后呢，就会去从你的本地的 SQLite 这个数据库里面去获取数据了。也就是说，从你的本地的 MCP server 里面可以去获取数据了。那当然 MCP 有很多安全性的考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停的来问你权限。那至少让大家可以安心的呢，就是首先它是本地的，它不会去把你的数据暴露到 Internet 网上，然后都是需要用户来确认的。所以这就是 Cloud 在它的文档当中所说的，它是一个可控安全的一个环境。好，接下来我们演示几个进阶的测试案例啊。这些测试案例就来自于 MCP 的官方 Servers 里面列举的所有的这些 Servers， 这些网址大家不用记，回头我会放在描述栏当中，所有的内容都会在描述栏当中。那目前官方提供的 Server 呢，一共提供了16个服务器，这就包括 Brave Search， 它可以用 Brave API 进行网络搜索。然后 Everything 呢是一个演示，展示一下 MCP 的功能。Fetch 就是获取网页的功能，可以把网页内容拿过来转换成 Markdown。然后文件系统，它可以操作本地的文件系统，读写文件啊、目录管理等等，还有跟谷歌 Drive 的集成，然后跟 Git 和 GitHub， 这就是你的开发仓库的版本控制的管理，还有 GitLab， 这些都是类似。同样跟谷歌地图，然后还有本地的知识图谱，还有 PostgreSQL， 这也是个数据库。
那相比 SQLite 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库了，跟 MySQL 是类似的级别的。然后还有一个 Puppeteer，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啊，它可以提供浏览器自动化的功能，可以去打开页面啊、点击页面啊，甚至给你的页面截图等等。然后 Sentry 一般都是 App 的问题报告 ，Slack 通讯工具 ，SQLite 这个我们已经测试过了。然后 Time 时间和时区转换，好，这就是它目前官方的 server 的一个列表。这个网址我也会放到描述栏当中。那以后有新的更新呢，我们也会挑选有用的 server 来 update 一下。好，我们首先测试的就是它本地的文件系统。那同样，它这边已经给出了一个现成的配置，我们只要把它拷贝粘贴到咱们那个 JSON 的配置文件里面去就可以了。注意 JSON 文件如果有多个服务器的话，那前面这些最后结尾是有一个逗号的。那通过文件系统的这个配置参数呢，我们刚好可以来看一下 MCP 它的配置文件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命令，这就是用来执行的命令。那这个我们前面看到过 npx 呀或者 uax 呀，就是它的执行命令。然后后面就是给执行命令的参数，-y就表示自动确认所有的提示，跳过确认步骤。因为有些命令在执行的时候会询问你一些问题，那-y呢就表示我每一个问题我都答是。那然后这一个参数的配置呢，首先我们看前面这一块，那这一部分它是指定要运行的 MCP 文件系统的服务器的包在哪里。前半部分 at 的这个部分呢，它是 Cloud 官方的命名空间，然后 Server File System 就是这个文件系统的服务器的包。那再下面跟的就是我的文件系统的目录了，我让它来操作我本地的哪一个目录，这个参数就跟在这儿。那这边的命名空间呢，你就需要完全按照 Cloud 的官方的命名空间来做，这块不能错。如果是你自己开发的，那么就用你自己的命名空间来替换。OK， 然后保存，同样我们需要把 Cloud 关闭，然后重启一下。好，重新启动 Cloud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变成15个了，原来是6个，那就多了很多本地文件系统的工具。刚才我们的配置文件写的时候有一个小错误，我第一次把这个 File System 给放到 MCP Server 的外头了，应该放在它的里边 ，MCP Servers 的大括号里边，这里面是所有的服务的列表。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测试几个本地文件系统的功能，主要就是测试文件的读取以及分析。这是我的本地文件目录这里面主要有2个 CSV 文件，一个是有2000行记录的 BTC 的数据，另外一个是600万行记录的 BTC 数据。2000行的这个是191 KB 的大小，600万行的这个是348兆。好，我们来看一下对文件系统的读取。首先我们让它列举一下我本地系统都有多少 CSV 文件。好，找到了3个 CSV 文件，文件都没有问题。然后它还主动的去查看文件的信息。2000行的这个 BTC 大约190K，600万行这个大约348兆。好，需要我查看这些文件中的具体内容吗？我们首先让它根据2000行的数据文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请根据2000行的这个 BTC 绘制一个简单的分析图表。OK， 这是图表，这个图表有点问题，咱们先不管它。它好像并没有从我的 CSV 文件里面获取数据读取文件的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文件应该也全读了过来。看到最后 ，OK， 它切掉了10万个字符，它只取10万个字符。好，咱们就不去纠结它的图表问题了。这边测试是它读取数据，数据没有问题。我们再让它试一下那个600万行的 CSV， 那它很有可能也是只拿了10万个字符过来，它一直在读取这个文件。OK， 出错了。好，没有办法直接读取全部的内容，它改用 SQL 来做了。AI 就是聪明，改用 SQL 来做。OK， 这步是写 query，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无法访问完整的 CSV 文件，使用了模拟数据。模拟数据不是逗我玩吗？我们来看一下它调用工具的过程首先读文件的时候它是出错了，超时错误，服务员端着奶茶跑路了。然后他尝试去调用了 SQLite 的工具，我看他在干什么，创建了一个表 BTC 的表格的结构，它应该是按照 CSV 文件来的。然后创建了表，然后再把这个表清空，再然后呢 OK 把 CSV 文件导入到这个表里面去。这个做法还是很聪明的，但是它这边出现
语法错误了，那很自然下面的查询语句就不会出现结果。我们看可不可以让它把这一部分修改掉，不支持直接的 CSV 文件导入。好，现在开始让我给他提建议怎么处理这个文件了，看他会想什么办法来做。搞不定就用模拟数据，我们再来让他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 CSV 文件导入到 SQLite 数据库里面。OK， 他搞不定导入，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导入。OK， 它是可以导入的，咱们就别让它导了，太多了。好，已经导入了一堆了。我们看一下多少条记录导入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居然已经导了300多万条记录了，真的吗？这么快？好奇怪，今天它就跟模拟数据杠上了。OK， 咱们就先不跟它去折腾分析图表的事情了。至少它对本地文件系统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好，接下来我们测试下一项。我们先把 Cloud 退出，每次修改配置文件呢，它都需要重新启动 Cloud 客户端。好，下一个就是 Fetch， 这也是个很有用的功能呀，可以把网页的内容获取回来，然后还转换成 Markdown 格式。同样，我们按照它的配置要求进行配置。这边建议你安装 Node.js， 这会让它运行的更有效。那我的 Node 实际上是有的。好，我这边是已经装过 Node 了，如果没有装过，就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就可以。同样，我们需要去配置 Cloud 这个 App， 一样，我们把这一块拷贝过来，再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头，把它粘贴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因为我们的配置文件里头已经有2个 server 了，所以我们在需要新的配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前面那个 MCP server 的这部分，我们只需要这个服务器的部分就行了。所以这边我们只需要 fetch 的部分，同样记得把上面加一个逗号，保存，格式化一下。OK， 我们再重启 Cloud， 增加了一个 fetch。好，我们接下来让它获取一个 URL 的内容进行简要总结。那这个 URL 呢，就是我的一篇博文，请获取 URL 为的内容进行简要总结。OK， 没有问题 ，Notebook LM。所以获取网页内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很丝滑的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可以当做自动化工具来用的 Puppeteer。Puppeteer 它提供浏览器的自动化功能啊，它可用的工具很多，页面导航、页面截图，然后点击页面当中的元素、悬停元素、填充表单，还能填充表单，选择下拉框以及执行 JavaScript 的脚本。所以这个还是功能还是比较多。应该还是挺有实用价值的。同样，我们按照说明进行配置。其实我们看到的配置内容都很简单，基本上它的配置都是同样的模式。我们把这一部分拷贝过来，然后继续粘贴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不要忘了逗号，保存，格式化一下。好，配置文件完成，我们再把 Cloud 启动起来。好，等了有一阵以后，这边就加载成功了，21个了已经。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新增加的 Puppeteer 的 Click 呀等等。OK，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Puppeteer 了。我们先尝试第一步，直接让它打开我的基因学院的首页。OK， 直接调用了我的 Chrome 浏览器，打开了我的首页，但是是在一个小的 frame 里面，它是在一个 frame 里面打开的我的主页。没有问题，打开的都没有问题，很厉害，已经可以开始操作其他的 app 了。好，我们看它这边干啥了。首先使用的 Puppeteer 的 Navigate 去打开了我的网页，然后截取了一张网页截图，它倒挺主动。好，我们先把这个关掉，然后我们直接再测试一下，一次给它3个任务。我们可以给它重新开一个新的绘画，一次给它3个任务。打开首页，然后点击按钮，点击查看热销套装详情这个按钮。我们先看一下，直接让它点击这个按钮的名称，看看它能不能点。我们先测试一下，告诉它按钮的名称，看它能不能点到。好，导航到网页。OK， 直接用名字它没有成功。然后它尝试截图，看看它能不能成功。尝试截取整个页面，这样可以确保我们至少得到一个截图。Cloud 也变得越来越会凑合事儿了。重新尝试，
从它的这个命令上看，它应该不会尝试成功吧？好，它还挺厉害，居然开始要执行脚本了，不错，点了一个按钮，但是点的不是热销套装的按钮，打开了我的 AI 实战派的按钮，然后它会认为成功了，不错，点了一个按钮，虽然没点对，这是因为它自己找到了一个按钮的标识，然后就点了一下，虽然按钮没有点对啊，是因为我这些按钮的 class ID 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尝试就给它一个明确的 selector， 看它会不会做得更好。我们先把这个页面关掉。好，这时候我就给它一个详细的命令。那这个按钮呢，就给它了 selector 了，这是这个按钮的 selector， 看看这次行不行？很好，再继续。好，这下就点对了，因为给了它正确的 selector， 所以它的按钮就点的正确了。然后进行了截图，又点了一次。好，再来截图。中文来一遍，英文来一遍，双语完成任务。好，很好，已经很不错了。那这样 MCP 它通过多个服务器之间协同啊，确实是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自动化的能力。当然 MCP 目前还只是一个预览版呀，它相对真正的那些自动化工作流的平台呢，还是弱很多。但是这1-2年的 AI 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它一旦开始，它的发展的速度真是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看接下来 AI agent 该怎么走吧，大家各有各的招。